我们就开始第3场中国慢动作的金融危机。许成刚许老师，我觉得听我们这应该都是播客的忠实听众的，您是播客的老朋友。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2024年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说中国经济增长了达到年初的5%的增长目标，您相信这个数据吗？这个数据呢，它和许多其他的数据冲突。那么最直接冲突的，就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机构发表的其他的官方数据。那么那些官方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财政税收、财政收入。那么这个财政的税收、财政的收入呢，分许多的项。那么几乎所有的项，它的这个增长率都是负的。那么这个几乎所有的项，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全国的这个财政收入放到一起，那个总的是负的5.点几。如果你把它再分解，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全国的增值税收入是负的，全国的企业的所得税是负的，全国的个人的所得税这个收入是负的，这个所有的税收的项目都是负的。然后要是再看地方的，那都是负的10%几。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个30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呢，每一年没有例外的，每一年这个税收的收入的增长率都超过 GDP 的增长率。这什么概念？这意思就是这个政府最关心的就是税收收入，所以但凡能拿到钱的，他都是一定要这个更多的从这个经济里把钱拿走。但是当这个税收收入变成负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你，实际是因为经济增长是负增长了。所以从这儿怎么去推算经济增长，那么这个当然就这个相当复杂了。那么用最保守的方式去估算，假定没有像这个税收收入这个负5.点几、负10%几，假定我们用最保守的思路去估算的话，它大概也是负的2%、负的3%。但是总而言之，它是负的。这个实际上也和大量的其他数据、微观数据是一致的。对，您认为就是中国经济实际上陷入了这个衰退，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是负的，而且您还把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称为慢动作的金融危机。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是为什么这么说吗？对，如果我们这个抛开这个其他的复杂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整体去理解，不是很简单的，这个我们没有时间真的展开讨论。那么我抛开所有的其他的复杂的问题，整个系统的问题，做最简单的对比。这个对比呢不是很合适，这是为什么我要前面讲，我先把它简化了。最简单的对比就是对比这个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这个对比是相当不合适的，但是我们这个为了简化，我做这么一个对比。那么2008年的这个07、08年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呢，触发它的因素是房地产。那么我们今天讲中国面对的这个最大的威胁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房地产。然后房地产为什么会触发金融危机呢？是因为债务。就是美国的房地产的问题，当时产生的时候呢，是这个 subprime mortgage，我一下忘了中文字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对，我有的时候中文会忘掉。这个中国今天遇到的房地产引起来的这个重大的危机呢，背后也是债务。那么这个当然中国不存在和美国一样的这个结构。那么实际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引发的这个危机呢，并不是现在才发生，
我之所以叫它叫做慢动作的这个金融危机呢，是因为有大量的政府的直接的介入，大量的政府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办法，这各种各样办法里，大部分的这个使用的方式呢是超出了经济了，它用行政办法。那么用行政办法、用信息的办法、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那么使得它这个金融危机呢不会像美国那样一下爆发了，因为在美国的制度下，这个政府根本没有这个手段，而且呢，如果政府去使用像中国一样的这些手段，大部分都是犯法的。所以你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呢，出问题就是出问题了。如果大家这个了解当时的情况，大家可能会回想到当时有一个很大值得辩论的问题，就是那个 Lehman Brothers， 雷曼兄弟，就是黎曼兄弟这个倒台了，这个当时呢美国政府没有出手去救它，这个一直是个辩论的问题，至今就是经济学界人们是辩论的，就是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去救它和能不能去救它。当然后来呢，美国政府是这个挽救了个把个这个巨大的金融公司，那么但是触发整个的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啊，这个是从黎曼兄弟这个巨大的金融公司从它垮台来的。那么如果中国这个没有政府的这一系列的这些手段呢，实际上中国也会这个产生非常快的这一系列的反应。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这个金融危机你是让它在市场上这样爆发呢，还是你用这个各种手段去控制，哪个更好？就是如果我纯从经济的角度看，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底线的问题，就是从经济上讲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的问题。这个底线是什么呢？这个底线就是在市场经济里，资不抵债的公司需要破产。资不抵债的意思就是你的资产没有可能还你的债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公司需要破产。那么这个呢是市场经济能够运作的底线，就是当你这个经济里边不能保这个底线的时候，你这个市场经济整体是要垮得下来。就是这个金融危机呢，实际上是资不抵债的公司这个倒台的那个部分。所以在任何的市场经济下，产生金融危机是不能避免的，产生金融危机是不能够使用人为的手段硬去把它挺住的。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经济里边、金融里边，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这个共产党国家的这个经济改革全都失败？不光是中国，就是过去的共产党国家的改革，苏联也好，其他的中欧、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也好，而且远远比中国更早的第一个把这个共产党的经济变成了是这个叫做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是匈牙利。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把那个全部的中央计划给搞没有了，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他们叫做市场社会主义。那中国共产党说这个市场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发明的，那1968年邓小平都被打倒了，怎么可能是他发明？那是匈牙利先做的，是中国在这个抓了四人帮以后，说是要改革了，这时候去学的他们，把他们的人找得来教给中国人，所以中国是走的他们的路。那么为什么在他们那边这个最后他们的改革都失败了？那中间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的公司资不抵债的时候，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不让他们这个破产。那么当你以为你救了你的这个经济，实际上正好就是因为你不让他们破产，那么就使得你最后你这个不行了的公司就像癌症一样，这癌症在你的经济里是扩散的，那么你越是去堵住它，它就越扩散。你本来它要是这个破产了很痛苦，
但是这个破产就像是你癌症的时候给你做了一个精确的手术，这个精确的手术就把有癌地方给拿掉了。那么你不让它拿掉，那么它就扩散。那么这个呢，就是所有的他们那些经济最后垮台的这个原因。那么在中国呢，现在它仍然使用各种各样的人为的办法来这个试图遏制这个东西的扩散，那么尽量的避免这个他们破产。那么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对，就是您这个我觉得特别形象，就慢动作的金融危机。我就在想着一个大楼慢慢的倒，但是下面有一个人就不停的让它慢慢倒，就是这个过程肯定很多大家肯定很多人会想说，这个过程得是有多长，然后最后它倒下来会有什么样的 ripple effect， 然后就是这种的连锁的反应啊。这个呢，比较难判断。实际上都不要讲这个中国的情况，就是当时就是美国在这个2008年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人真的能估算。那么当然呢，就是在美国呢，就是这个包括联储，包括这个国会通过的这个批准，这个可以做什么，那么联合做了很多事来帮助这个减小它的这个后果。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它用相当短的时间就恢复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市场经济可以做的。市场经济可以做的呢，就是你能够想办法避免它产生的影响太过大，但是呢，你一定不能够这个用政府来这个控制的办法来避免。那么现在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发生的就是有许多个省里边。这个比如说具体例子之一是辽宁省，这是这个官方报告了的，有这个光是辽宁省一个省就有差不多40个小银行被这个官方把它们合并到一块儿，弄到一起去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避金融危机的一个办法，因为呢这些个小银行呢要有非常大的风险，产生挤兑。就是当这个产生严重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发现这个不安全就去银行去这个取，那取的量大的时候，这个银行就要垮。而且之所以要把它们合在一块儿，是因为他们这个很多银行啊已经资不抵债。那么即便是还不清楚是不是资不抵债的那些银行呢，它也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就是当人们都去取的时候，它流动性不足，它就要垮。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用人为的方式把它合并。那么，这就刚才我讲的，为什么叫做癌症？就是本来呢，就是它这个如果这个资不抵债的让它垮掉，你就把这个最坏的东西让它在市场上自己就死掉了。当然呢，这个银行系统呢有另外的问题，因为呢这个银行的挤兑是有传染性的。因为一旦在一个银行产生挤兑，那么人们就想，我那个银行也要坏啊，那个银行也要坏，那个银行也坏，然后一系列的银行就都要坏，然后一系列的银行都产生挤兑呢，当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就全垮。那么现在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呢，流动性不足早就已经是个严重问题。就是虽然它的这个货币发行量很大，但是呢，人们都是有意识的捂住了它的流动性，不让它进去，就是有意识的捂住了这些财政，就是这个金融的资源，有流动的能流动的资源在手里，因为这个是要保命用的。那么当大家都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表现为整个的这个市场上流动性不足，那么这个本身就很危险。然后呢，再出来了这些个冲击呢，就是变得更加的危险。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这个银行系统和中国政府的这个信用是完全挂钩的，是吧？就是中国人对银行的信任，是因为中国政府觉得中国政府在后面的，所以就有些人说，那当然是不可以让他们倒的。如果是有太多的地方的，哪怕是小银行倒，每一次其实都是会引起一些恐慌的。对中国的银行，原则上基本都是国有的。就是只有极其个别的那个是不是国有的，所以呢，整个银行体系可以就是认真的说，就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我刚才还少讲了一件事，就是
现在中国的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的这个崩塌呀，引发的金融危机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前面我只是泛泛的提了一下，就是这个借债，债台高筑。那么债台高筑呢，这跟这个人们可以说，那你可以拿这个来跟美国比。如果把中国的这个债跟美国的比，没有特别了不起的高。比如说吧，一种估算方式是说，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债占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大概是300%，300%是个高的数，但是呢，300%本身不意味着要产生金融危机。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往往这个华尔街是会忽略的，和大量的这个讨论经济的人忽略的是呢，债的性质。这个债的性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中国和英国做对比的时候，人们是忽略了债的性质，是简单的看这个杠杆率。你简单的看杠杆率，300%是个很高的数字，但是不意味着它一定危险。你要看这300%的这个债都是什么债？如果这里边的大头是长期债、中期债，那么它根本不会对短期产生影响，那个不会产生金融危机的。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短期债，那么当短期债续不上的时候，你就会出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比这还坏得多。中国的问题在于，巨大量的一个债都不是，既不是长期债，不是中期债，甚至也都不是短期债，根本是抵押债。抵押债是什么意思？抵押债是说，人们借钱的时候是拿这个实物资产做抵押，放在银行里借出来的钱。那为什么这个危险？这个危险的道理在于，如果你是一个住户，你去这个借钱的时候，你是这个抵押债，就是把你的房子抵进去了。那政府的债，在这个所有的市场制度的国家里，政府的债都是发的债券，债券尤其是政府发的，大头都是长期和中期的，所以这些东西自身不会自己带来危险。但是中国的巨大量的地方债是抵押贷款，是地方政府用他们拥有的土地做抵押，在国有银行里借出来的钱。那么当你这个房地产市场上升的时候，那好得很，所以你这个所有借的这个债就变成了债的价值，就变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部分。那么当你这个市场价上升的时候，这银行就很安全。但是现在整个事情是反过来，整个市场在往下降。大家去看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劲儿的这个价往下降。当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往下降的时候，所有的国有银行全面对这重大的压力，他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每天都在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中国有许多的3线、4线城市房价降了50%了，就是当它的房价这样大幅度下降的时候，所有抵押贷款跟他们相关的那些银行，他们的资产全往下降。但是这个本身，由于他们都是国有银行，这个是你外人是没有办法真知道的。那么就是你要是在市场上运作的银行、商业银行、私有的，资不抵债的时候，银行就得倒闭。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国有，所以就是回到刚才说的这问题了。所以它可以让它不倒闭，那么这个金融危机可以让它不产生出来。就是慢动作。那么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对对对。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的这个结构，他们每年要借很多很多的钱去，只是用来支付利息。对，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那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非常有问题的，是吧？现在就是3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里面提到，就说将要在税收制度上更加偏重地方政府，比如说要提高地方政府的消费税分成比例。您觉得就类似这样的措施能不能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呢？
简单的结论是不能，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照理说呢是值得展开讨论，我们只是没有时间。我非常简单的概要一下，就是原本呢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运作呀是这个。我叫它叫做这个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集权主义制度的含义非常简单，就是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是集权主义制度，就非常简单。但是呢，中国共产党统治经济的方法跟苏联共产党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区管式的这个说法。区管式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它的经济，它是把这个资源下到地方去了，是地方政府管理地方的资源，地方政府设法管理自己地方的经济，是靠了这个办法才有了中国改革大家见到的那些现象，就比如说私有企业的发展等等，和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全都是因为它是全面土地国有制，那么土地就是地方政府的财富，那么地方政府由于它是地主，所以它才可以拿大量的土地到银行做抵押去借钱出来，这就是中国制度的基本特点。但是呢，习近平以来呢，他中央不断收权，所以呢，他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打乱了中国原本制度的运行的方式。这就是习近平这10来年里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就是他打乱了这个区管式集权主义运作方式。那么，当他现在发现大事不妙，这个滚滚而来的地方债，他怎么办？如果他不去救，地方就要垮台，怎么办？那么他去救，他又觉得他没这个资源，所以他到现在忽然意识到啊，得回原来中国的制度去。所以他就是收权收了10年以后，他又想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像是个祸害，这个祸害怎么办？让你们自己弄去。所以呢，就有了现在的3中全会的改革目标。3中全会说：“你们自个儿想法去吧。”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这种的挪的空间，是不是？过去地方政府靠卖地租地，现在出问题的就是土地。对，你让他弄什么去？就是土地价格下降的很厉害，然后卖地的收入是下降的特别厉害，对吧？就是它是没有可能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消费税您说。还有就是，如果，当然他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自个儿想法收税去，收不来税，你想法收费去。对吧？你要么就收税，要么就收费，就是总而言之，你自己去得罪老百姓去，我不管了。对。所以呢，那下边就出了另一个问题，假定你这个，因为这个习近平老早就指示了，就是中央政府老早就有指示，就是要他们要足够的这个有能力对付老百姓。那么假定有一个省就是这个对付老百姓本事大，真的弄出很多的税和费，那么到底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这个也非常非常简单，因为本来中国真正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内需不足。你拼命的去挤老百姓，把税跟费抓到了地方政府手里以后，中国的经济内需怎么样？对不对？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说，为什么不能够这个发消费券呢？为什么不能够给老百姓钱？他现在要做的事儿是反过来的，是要想办法收更多的税要收走的。所以正好反过来，就是要么就是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把这个钱收得回来，要么就是你有能力把那钱收得来，那么你就把这个市场的能力给挤掉了。这在经济学里有一个专用词叫做 crowding out，就是你政府把老百姓给挤出去了，就是 crowding out，就把它挤出去了。就从疫情的时候吧，全世界那么多的政府都给老百姓发钱，那会儿就有人说应该给老百姓至少不发现金，发点消费券也可以。现在大家还在喊，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特别大一个问题就是消费不足，他为什么不做呢？这个其实是这个极权主义这个政权的共同特点，
就是所有的极权主义，这个还不是中国特色，苏联是一样的，这个匈牙利甚至连匈牙利都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共产党制度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共产党制度是这样子的呢，实际上是和这个共产党制度的所有制，是从这儿就来了。它的所有制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自从这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什么资产涨价涨得最多？土地。土地是谁的？国家的，对吧？土地这个涨价涨得最多，钱都落到哪里去了？落到了政府手里去了，就是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落到政府，就是土地涨上来。当然，很多人会说，那这都被这个开发商赚了。实际上，开发商是赚一些钱，但是远为最大的那个大头是这个政府拿去了。那么，所以这就回到这个问题上，如果他在意的是内需，那么当初这个钱原本就不是这样子分配的。对，就是这个有时候人们愿意讨论经济的分配问题，管这叫第一级分配。对，第二级分配才是税收之后的。第一级分配就是你原始的，你这个经济是怎么配置的嘛？就是产权在谁手里？那么你产权，你这个还有中国的企业，什么企业赚钱最多？银行。中国的上市企业前10来个全是银行，银行是赚大钱的。那银行是谁的？全是国家的。所以呢，通过土地，通过银行，它从来都把经济发展以来赚的大头都已经拿走了。如果他关心的是内需，哪怕都不是关心老百姓，只是为了关心经济能持续增长，那么早就这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实际上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个问题真的要解决，都是没有可能是当这个你都是这个国有的时候让它再返回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要是真的想要能解决这个内需不足的问题，真的要想解决就是这个全体的这个家庭这个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不至于像中国这么低，一定靠的是私有化。那么很多人就说，那中国已经私有化了呀，中国已经这个城里人都有房子了，这个中国的这个 GDP 的大头已经是私营企业了。但是土地是国家的，银行是国家的，大头他拿走了。哪怕企业是私人的，仍然连私人企业赚的钱，实际上大头已经国家拿走了。通过金融系统，通过土地的所有制，已经拿走了。这就是这个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例，在全世界是非常特殊低的那个国家。对，还有就是习近平说是什么不养懒人是吧？什么这样一些。谁是懒人？谁？对吧？问题是谁是懒人？对，就是这个谁挣钱容易？大家年轻人要吃苦，那这个也是也是他说的，苦上再苦。对对，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就是当下这个中共的政治语境中非常火的词。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这2个词的理解吗？我的理解是呢，大概他们有一个这个愿望。这个愿望呢，就是要让中国在这个高技术上能跟美国抗衡。然后呢，他这个愿望是说呢，如果我在高技术上能跟美国抗衡，我就靠发展高技术呢，我就能这个不但能持续增长，而且能变成这个持续的超级大国。这个所谓新质生产力呢，这个词儿本身并不重要，这是他这个为了要实现这个梦，要实现这个梦，他造出这么一个来。那么，但是呢，这里边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单纯的靠这个，就是能不能发展高技术，是另外一件事儿。假定能发展高技术，假定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个答案非常简单，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现在所有
中国已经能看到苗头的高技术上做的比较强的那个部分，占 GDP 的比例非常低。就是当它占 GDP 的比例如此之低的时候，当中国的失业率如此之高的时候，你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普遍问题。再有一个是内需，就是中国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因为供给侧，不是因为企业造不出东西来，是因为造出来东西人们买不起。就是当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国民经济有大量的人是处于绝对贫困线之下的时候，那这个经济的增长是被这些贫困的人限制住的，不是因为没有高质生产力这个带来的。那么这个关于贫困人口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没时间，但是我可以非常概要一下，就是如果按照这个通常的这个观念，按照这个每人每天5美元按这个标准算，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是4亿5亿人的这个数字。就是当你有4亿5亿的这个人口是处于绝对贫困线之下的时候，你一定内需不足。对对对，是我们中国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对对，他那个所谓的解决呢，是他改变这个定义。你把那个定义，对，你把那个定义换成每人每天1美元，那么中国呢，这个在绝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大概我记不准了啊，那个数字大概是8000万，所以看你怎么算的，就是这个你这个算法，你把那定义还可以往下调。对。习近平在4月份与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座谈会上谈到穷办法和土办法，并且在20届3中全会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他在正定的时候呢，习近平应这个经济学家余光远的建议，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研究蚯蚓养殖和村级组织建设等微观问题。他说，此处引用人民日报报道，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概念，限于当时中国经济实力和条件，要多考虑现代化的穷办法。我在穷办法后面又加上一个土办法，就是适应当地的办法，不一定要大而全。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一会儿是新质生产力，一会儿又是穷办法和土办法？您觉得他究竟是想要做什么呢？这个他一定是我的猜测是这样子。就是实际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情况呢？是在这个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高速的经济发展，人们喜欢吹这个最先进的那部分，但是人们忘记了真正中国的最大的那部分的劳动力是谁。就刚才我们在讲绝对贫困的时候，是这群人，所谓的农民工。这些人现在干什么去了？大量的这些农民工已经回农村去了，因为城里边失业非常非常高，然后他们根本就不被计算在失业率里头。就是你去看官方的失业率里根本没统计他们。然后当人们讲到中国的失业的时候，讲的是大学生失业，这些人是被忘了的，但是这些人都还在呢。所以他讲的这些话，我的猜测是说，咱们城里头咱们搞高技术跟美国拼去，那些人咱不管了，你不能真的不管，所以你们就去弄土办法，搞新质生产力，就蚯蚓啊或者什么都不管了，你自个儿想法去，就和他这个让这个税的这个事儿，这个地方财政的事儿让地方去管，跟那个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农民赶快都给我弄回农村去。实际上这件事儿他们早就开始办了，这个事儿不是现在才有的。大家可以回想到当年这个蔡奇做了北京市长以后，立刻就做的什么事儿？2017年冬天，那个就是第一波。这个是一波接一波，这个就越来越猛。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就已经面对很大的压力了。它是由于这个经济面对了很大的压力，早就有准备，就是让他们走。然后呢，他用一个很好听的一个词儿。它叫做这个低端这个人口，一点都不好听，这翻译成英文简直在英文世界引起了哗然。怎么可以叫人低端人口？对，这太可怕了。他认为这个讨城里人好啊，
他认为城里人觉得他们都是低端人口，所以他就把就是一个共产党说这种话，是不是政治非常不正确？对，我再跟您问一个快的问题吧，就是彭博社最近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习近平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如果我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我觉得他是在笑话共产党。因为什么是你想一个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什么位置？是参谋长的位置。你怎么把总司令降低成参谋长了呢？他可能是从决策的角度来说的。这个，因为是在任何公司里，首席经济学家都不是决策人，他是提供信息的，对，他是这个领导的一个团队是提供信息的，所以他是那个团队的提供信息的团队的负责人，所以呢，这个，但是的确呢，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亲自过问所有的亲自指挥，对。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意识到中国问题出了大问题，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他有没有办法扭转现在这种颓势？就是他在政治上好像非常有手段，是吧？他集中权力了。这个下一节我们和吴国光老师会讲。他在经济上有没有相应的手段呢？他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或者他实际上您觉得他可能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我觉得是大家都想知道的。对，他们意识到经济出现重大问题，应该早就意识到，不是现在才意识到。这个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早在几年前，就不断的就是政治局啊、政局常委啊，就会开会专门讨论中国的金融稳定问题。就是在这一届，我指的不是不是20大啊，就是比这还早，就从18大以来，就是这一届这个习近平政权，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金融稳定。就是当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讨论金融稳定的时候，这本身就告诉你，他们把金融稳定看作不得了的事情了。那么他为什么看作不得了？只有出事了才看成不得了。所以早就知道，早就知道这里边出了大事儿，早就知道有重大的危险在那边发酵，在那边发展。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处理，怎么处理，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涉及到了整个的这个系统你是怎么治理的。那么他呢就趋向于使用这个行政方式去处理。那么就越来越行政，越来越行政，这就是整个的大趋势。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逐渐的离开了全面行政管理，变成了一部分是市场。那么它现在呢，发现市场出问题，那么它就要逐渐的把它拉回到行政。这个呢，是不是他有意的？就当人们说他是不是要学毛泽东啊，会不会要回中央计划经济，我们都不做这个判断。假定我们不做这个判断，假定我们只判断他想解决问题，那么下边的就是他知道怎么解决吗？他用什么手段去解决呢？那么你在市场经济里你怎么解决问题？所以他实际上呢，他就是他现有的这个手段和他已经有的知识和他要依赖的人，整个呢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要用行政的方式去处理。他认为这个来的有把握，来得快，但是这个正好反了。这是他的第一直觉，是吧？对，这个正好反了。所以这个行政的办法呢，是他能够暂时缓解问题，暂时让问题不表现出来，但是呢，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那我现在就问一些问题，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是都水平很高，问的问题，我就随便看一下，就说有一个问题，第一个 vote 最高的是说，普通人在没有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怎么判断哪些经济学者所讲的关于国内经济的这个信息是对的？经济学者群体里矛盾的说法，怎么选择去相信谁？除了徐老师自己外，徐老师有没有推荐的信得过的经济学者？
们不谈人名字，我们这个比较容易的指标，是那个失业的数字和那个税收的数字，这是相对比较靠谱的数。所以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人们离开了这个税的情况呢，还有一个就是关注那个银行合并，因为当他们叫做这个实际上全是公开的，当他们叫做银行合并的时候，都是出事儿了。它是用一个装饰了的词，掩盖背后的非常残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目前正在发生的是房地产，所以呢，你就关心那个房地产降价。房地产降价，刚才我已经讲了，房地产降价，你以为你是自己买房子，觉得你盼着它降价，实际上这整个的经济都在那价上的。这个房地产整个市场往下降的时候，你就知道糟了。越降越糟，越降越糟。你就见到那个消息，你就知道是坏消息，而且是非常非常坏的消息。房地产市场加上它的上下游合在一起，占中国 GDP 的1/3。房地产价一个劲儿往下降的时候，就意味着整个这领域在往下垮。那么这是占 GDP 1/3的领域。那么当人们现在中国在讲新三样，就指的高技术。那新三样占中国的 GDP 的比例大概是10%的样子，而这个是占30%几的样子。所以那个新三样怎么弄，也抵不过这东西的毁坏。所以这个呢，其实你不需要经济学的训练，你就知道这常识，你就知道你就看这几样的东西，全都是官方的数字，你都能看到。对，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请问许教授，如果政府持续用行政手段干预，或者说挽救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其结果会是怎么样？会是什么？政府是否随时有选择可以放弃干预，回到市场经济？会有额外的后果吗？这个很深刻的问题了。对呀，非常好。但是要讲很多才能真的讨论。我现在时间原因，我只能讲得很短。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使用这种行政手段去面对这个问题呢，不是中国特有的。这个大量的已有的经验教训都在那儿。那么最多的经验教训就是前苏联和前东欧、中欧的共产党国家。那么他们呢，就是尤其是中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都是已经经历过这个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就是这个，尤其是匈牙利，这个都是这个市场社会主义。但是呢，他到最后这个碰到的问题都是用行政的办法，那么最后呢，这个表现呢，就是人们把它概要成叫做经济改革的失败。那么经济改革的失败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这个 GDP 就不涨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实际上就是突然之间就已经落到了苏联的经济的，就是80年代中的时候的状态了。就是前不久我还在说中国相当于苏联的70年代中，就是忽然之间就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落到了苏联的8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突然之间就这个放弃行政干预，变成这个完全是市场的，这个也非常简单，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制度呢，它最关心的从来也不是经济本身，它最关心的是它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的政权本身。那么，当你要真的是全面变成市场经济的时候，市场经济从来是有条件的，就是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什么是法治？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法治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什么意思？是司法不能有共产党管，它可以吗？
司法是共产党管的，司法就不是独立，司法不独立，市场不能正常运作。这市场不能正常运作的时候，在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无法处理。对，特别多好的问题啊，我都有点挑花眼了，不好意思。说，请问许成刚教授，在未来的3到5年里，中国是否会采取战争来促进经济发展呢？比如通过发展军工业来创造就业机会，或者鼓励男性参军以解决就业问题。这个这问题挺绝的。这个实际现在中国这个已经非常大规模的投资在军工上了，就是它只是没有就不透明，所以这个没有看到清楚的统计数字。但是另一面，这个也是官方的公开的报道，说这个制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你想，制造军舰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制造这个高级别的这个战机非常非常贵，制造导弹、制造核武器。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在迅速扩张核武器的是中国，巨大量的在扩张。那这些呢，都是已经大量投资了。那么这个不排除它还可以更大量的投资，也不排除可以有招更多的人去当兵。这都不排除，但是仍然这里假定我们都不讨论战争与和平，就讨论经济，钱从哪儿来？就回到苏联的问题去了。苏联当年就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当年的军事力量是要比中国今天还大，它的经济是不那么真的强，它怎么弄的？那就是弄垮了呀，就是有这个以前不是里根吹牛说我弄那个星球大战把苏联拖垮的。那是吹牛，不是他弄的，是苏联自个儿弄的。哦，真的是，我再看一下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讨论过，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这么想，就是他们想问，就说慢动作金融危机的尽头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说可能是很难说的，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就是房地产公司一个跟着一个要垮，它只是垮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呢，许多地方银行要垮，也是垮的方式是什么？就刚才我举那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辽宁省一个省就几十个这个基层的银行就被他们给合并成一个银行，是以省挂名的。这实际上呢是许多银行倒闭了，它只是用这个方式来掩盖它倒闭了，来避免这个挤兑等等。所以呢，它就会一个一个会跟着这个倒。然后呢，房地产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业，房地产的上游下游都会跟着它。这个还有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内需不足变得突出的严重？就是从来中国内需就不足，为什么现在变得突出的严重？直接跟房地产连在一起，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要的储蓄是房地产资产，房地产垮了，意味着大多数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储蓄垮了。他储蓄垮了，上哪儿去内需去？你这个中产阶级就是不敢花钱的。所以他不敢花钱了，大家大概就是，如果人们只关心那些个廉价产品的销售、廉价服务的这个市场，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廉价的那部分非常大的 booming，但是你去计算它的这个价值，一定是下降的。道理非常简单，是因为普遍的中产阶级没钱了，所以他要转移。它要从原来的相对这个豪华奢侈一点的，转成特别廉价的，或者他的财富感改变了，是不是？不光是财富感，他真没钱了，真拿不出钱了。你本来因为现在大家还说好多年轻人说去啃老，好像父母还有的都有点没得啃了。你本来有很多的父母说要把孩子送美国留学去，靠的是那房子。
说我这个要到时候我就把这房子一卖，这孩子就送出国了。现在你是卖给谁？谁买房子？这房子卖不出去了呀。对对，哎呀，这个有点沉重啊。好，谢谢许教授。